大家好，Sixth Station 平時講得最多嘅係劍道，但係今日我哋唔講劍道，而係講比劍道更加古老，同劍道關係非常密切嘅劍術。其實現代劍道就係喺日本傳統劍術嘅基礎之上發展出嚟。對比起得大概100年歷史嘅現代劍道，劍術已經存在咗好幾百年。所以今日呢啲傳統劍術同埋其他武術派系，一般統稱為古流。Sixth Station 傾運動、說故事、講歷史，我哋一齊睇睇古流係乜東東。其實好多你聽過嘅名，本身就係古流歷史嘅一部分。例如日本戰國時代嘅劍聖上傳信綱，就係師承愛州音流，係後嚟創立新音流嘅宗師。佢其中一位徒弟，人稱劍豪嘅柳生石周齋，後來創立咗柳生新音流。佢個仔柳生宗舉，仲成為咗德川將軍家嘅兵法指南，喺歷史上走到台前嘅位置。又例如喺關原之戰之後活躍嘅宮本武藏同埋佐佐木小次郎，就分別代表二天一流同埋岩流。大家都一定聽過佢哋對決嘅故事啦。甚至到咗幕末，新選組嘅代表人物土方歲三、沖田總司同近藤勇，就都係天然理心流嘅。而同佢哋相對嘅維新派坂本龍馬就曾師承北辰一刀流，勝海舟就係直心影流。各位人斬都有屬於各自嘅流派，佢哋每位都係某個流派每個傳承入面嘅人。古流喺同軍事、武士有關嘅歷史入面，真係有好大嘅角色啊！同埋古流其實唔係淨係得劍術㗎，各式各樣嘅古流，好多都有佢哋背後嘅核心思想同埋哲學，甚至訓練嘅體系。呢啲哲理可以引申去唔同嘅武術，所以古流好多時都同時教授多於一種嘅武術，例如剃刀術、柔術等等，甚至連戰場上嘅兵法都有。講到古流已經有幾百年歷史，佢哋又係點樣傳承到依家嘅呢？靠嘅就係一套全國廣泛流行嘅免許 Mancure 制度。原來現代劍道嘅段位制度算係近代嘅發明。對比起公開標準化可以用嚟比較嘅段位制度， Mancure 制度就比較私密，係基於信任嘅傳承。Mancure 呢隻字有 license 證書嘅意思，日本嘅駕駛執照就叫 Mancure 啦。要攞到一個流派嘅 Mancure，當然每個流派同每個人嘅經歷都可能有啲唔同，但一般都要經歷一段長時間嘅收集過程。有啲流派入門後嘅第一級係徹子 Kirigami， 代表已經學到該流派嘅一定初級技術，俾翻張證書佢，視為徹子。下一級一般稱之為 Mokulok， 代表已經積累夠一定嘅技術，可以授予該流派有關技術嘅目錄。有時目錄都分幾級㗎噃，譬如北辰一刀流就有分初目錄、過條目錄、中目錄同埋大目錄。再之後就係 Mancure 啦，被認可為完整掌握咗該武術，並獲准指導後進。最後就係 Mancure Kaiden 或者 Kaiden， 同字面意思一樣，即係可以教嘅都已經教識晒啦，係師傅對徒弟嘅終極認可。Mancure 係好正式嘅文書，好多流傳到今日嘅 Mancure都係有好重要嘅歷史意義同埋信息。弟子喺獲得師傅嘅 Mancure 或者 Shinai Mancure 嘅時候，通常同時獲得獨立指導弟子同埋發行 Mancure 嘅權利。再加上日本戰國同幕府年代，各個地方勢力唔多唔少都有啲封閉同埋敵對嘅關係，所以武力往往都被視為地方內部嘅秘密事務，形成咗喺日本各地好多分流同分派嘅情況。雖然同好多古舊嘅文化一樣，唔少古流都已經失傳咗，但係因為日本文化相對地尊重傳承，好多古流直到今日仲係流傳緊㗎。我哋睇睇日本古武道協會嘅官方網站，就會見到呢啲流派仲係活嘅，只不過佢哋可能已經唔係追求流行，
唔係追求比賽，而係專注於文化嘅保存。我哋不妨認識下一啲同劍術有關嘅古流。首先，日本有兵法三大源流嘅講法，即係話大部分嘅古武術流派都係源自陰流、神道流同埋念流嘅，而且呢啲傳承仲可以跨武術添㗎噃。例如寶藏院流槍術嘅祖師印榮就曾經同上傳信綱學過新陰流啦。神道流依家一般係指天真正傳香取神道流，因為漢字讀音嘅原因，有時見到新當流，其實都係指同一樣嘢。15世紀室町時代由范小長威齋所創立，到而家已經傳咗20代，仲係千葉縣嘅非物質文化遺產添。神道流最獨特之處在於佢和平嘅傳統，主張兵法即平法嘅理念。范小長威齋主張不拔刀而勝，將兵法視為活人之劍，因此歷代門人極少因為爭鬥而喪命，多位宗師都非常長壽，體現咗不戰而勝嘅最高境界。神道流博大精深，涉獵極廣，傳授包括居合術、太刀術、棒術、剃刀術、兩刀、小太刀、槍術、柔術等武術，仲有忍術、築城術、兵法、天文地理學、陰陽學等學科。不過呢啲仲有幾多流傳到落嚟就不得而知啦。至於陰流，佢係喺15世紀由愛州宜香齋創立。之前提過嘅劍聖上傳信綱就係愛州宜香齋嘅弟子。不過今日陰流已經失傳，要去博物館先可以睇到愛州陰流嘅目錄啦。雖然係咁，後來出現嘅新陰流以及各式各樣嘅影流都係源自於陰流，因為陰同影個日文發音係一樣嘅。據文獻考究，上傳信綱話自己將陰流嘅奇妙抽出嚟，創立咗新陰流。另外，亦有新陰流嘅新係指新當流，即係神道流嘅講法。上傳信綱將陰流嘅奇妙理論化為轉嘅概念，無論係主動進攻、被動等待，定係從表裏兩面攻防，都唔可以死板固執，要根據敵人嘅動作，瞬間作出最合適嘅反應。而為咗發揮轉嘅威力，柳生新陰流仲提出咗無形之位嘅概念，即係身心都唔可以有先入為主嘅偏見，要觀察對手千變萬化嘅動作。呢種劍理唔係靠蠻力去壓制對手嘅殺人刀，而係順應對手嘅力量，令對方空投力量之後再輕鬆取勝嘅活人劍。新陰流仲創出咗用袋竹刀 Geiko 嘅方法，解決咗過去以木刀為主，經常發生事故嘅情況。直到今日，新陰流嘅演武都仲有保留用袋竹刀嘅傳統。至於念流，歷史比神道流同陰流更長，係喺14世紀由念阿尼慈恩所創立嘅。而家就以馬庭念流之名繼續流傳，亦都係日本嘅非物質文化遺產。衍生出後嚟嘅一刀流同富田流等嘅中條流呢，就係源自念流噶啦。現代劍道之所以強調直線攻擊同中心突破，好大程度就係繼承咗一刀流嘅基因。開山祖師伊藤一刀齋早年精通中條流同中卷流嘅奧義，係經歷過無數次生死決鬥，從實戰中領悟出捨棄生命方能見生機嘅道理，即係要抱住雙殺嘅決心衝入死地，先至可以喺絕境中求勝。由一刀流發展出嚟嘅小野派一刀流、北神一刀流喺劍術界嘅影響力極大。而家嘅竹刀 Geiko 就係由一刀流中西派同北神一刀流等引入，並且發揚光大嘅。聽咗兵法三大源流同埋佢哋衍生出嚟嘅流派，我哋又睇下古流點樣影響到現代嘅劍道。如果你有睇過 Sixer Station 有關劍道歷史嘅影片，可能會記得喺1912年
大日本武德會為咗制定統一教授劍道嘅規範，揾咗25個嚟自10幾個劍術流派嘅專家一齊嚟制定大日本帝國劍道營。佢哋嘅任務就係要喺幾百年嘅實戰劍術入面揀選最核心嘅原理。結果就係今日嘅日本劍道營啦。本質上就係被制度化嘅古流劍術招式。其實台長都好佩服呢20幾位調查委員，居然能夠達到共識。雖然傾都傾咗成年。據說主查之一嘅高野佐三郎喺心口收埋一把短刀，抱住如果意見唔被接納呢，就要將對方吉死嘅覺悟。以為唔係吉自己，係吉人哋喎，唔怪得就傾得成啦。除咗劍道營之外，現代劍道嘅實用技術理所當然都係源自古流啦。明治至大正時期嘅劍道正處於古流劍術向竹刀稽古過渡嘅時期。北辰一刀流嘅祖師千葉周作曾經將一刀流嘅技術簡化為所謂嘅劍術68手，20手打 man， 18手打 ski， 12手打 kote， 7手打多，同埋11手連續技。從呢啲劍技嘅名稱，例如地生、引元、切落、捲落等等，可以睇得出，雖然當時嘅主流逐漸轉為竹刀稽古，但係依然大量保留古流嘅武術色彩，並繼承各流派嘅特色。呢啲劍技亦都慢慢隨住時代演化。高野佐三郎喺1915年出版嘅《劍道》一書入面，就只記載咗50手劍技：18手打 man， 13手打 ski， 12手打 kote， 7手打多。另外，高野仲有論述掃腳同埋早吐之法，即係近身徒手搏擊，並且指出，雖然有人以為劍柔兩道全然唔同，其實係錯嘅。劍柔道兩者就好似須衣同斗笠，缺其一則兩者皆不得其全，顯示當時嘅劍道咧都仲未去到純競技嘅層面。然後到咗昭和年代，竹刀稽古已經完全成為主流啦。講談社喺1934年出版嘅《武道寶鑑》一書所記載嘅劍技就得返38招：10手打 man， 9手打 ski， 12手打 kote， 7手打多。去到呢度已經好接近我哋對現代劍道嘅認知啦。所以我哋喺劍道入面依然能夠揾到古流嘅影子。Hatsuji、Tenouchi、射咩呢啲概念都係嚟自古流嘅。台長之前咪喺運動科學條片討論過，學術研究發現好多高段者喺打擊嘅時候都係劍嘅打擊先於右腳落地嘅。原來台長嘅先生係持相反嘅意見，而佢就用古流嘅觀點。佢認為打 man 就係形似將人劈開兩邊，要劈開人必須要右腳着地先有足夠嘅力量。劍嘅打擊先於右腳落地就係過於着重速度，係打擊嘅劍道，而唔係斬擊嘅劍道。佢認為劍嘅打擊先於右腳落地，其實係錯判咗距離。無論係 Isoku Ito 定係 Toma， 其實都可以做到 Kiken Tai-ichi 嘅。我當然明白先生嘅教誨啦，所以先做咗呢條片研究下古流。但係講到打擊嘅劍道同埋斬擊嘅劍道嘅關係呢，其實係一個好深奧嘅問題。台長覺得自己都未夠料去探討呢個問題，今日就暫時停留喺了解古流嘅來源同埋歷史先。大家有咩意見，即管留言話俾我聽，一齊討論下。歡迎繼續留意 Sixth Station，記得 like、share 同 subscribe 啊！下次再見，拜拜。